你是孤独的旅行者吗？哪怕身边有很多人同行，虽然不情愿，也努力地迎合着他人的喜好，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无法达成你心目中真正旅行的目标，或者你就是那个可以独自背上背囊，大步走向世界的人，哪怕走错，哪怕无人分享，也要精彩地独自走下去。如果你看完今天的内容后，可以与EO共情，请记得给EO点一个赞。这一集也许可以给每一个准备奔赴旅途的你一点点任性的理由。继续关注EO的频道，谢谢你。Hello， EO来了。最近有一部电影给EO的影响非常的大，就是《热辣滚烫》。还有未来的自己需要被珍惜。其实很久以前就想与大家聊一聊它，一直没有提到的原因只有一个，又怕大家误会，我与别的很多频道一样，利用这一部电影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来炒作自己的流量。特别是曾经胖过，或者是和我一样现在的体重还在标准线以上的肉眼可见的胖子，你们看，我也常常因为别人的想法、别人的眼光压制住自己非常想实现的事情。我与国家的观众肯定知道这一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做 YOLO。 说实话，我在电影正式上映之后很久才去了解为什么叫 YOLO， 原来它是 You only live once。 有多少人会拥有自己前世的记忆呢？应该和知道自己下一世会投胎转世去哪里的人一样少吧。绝大部分和我一样的凡人都应该同意我们只活这一次这一个观点吧。那我们应该怎么活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活？我们要活成什么样子？是不是应该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呢？曾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神仙说过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这是命中注定。许你个鸟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连老天爷都管不着，更别说身边那些会出现或者即将出现的眼光，背后那些你几乎听不到的议论。其实大部分人在接触社会之前都会被教育要圆滑，要顺大流，要乖巧，要少说多听。在漫漫的人生路上，大到择业、娶妻生子、买房置业，小到抽什么牌子的烟，用什么款式的包包，绝不能落人口舌，绝对要光鲜亮丽。我们真的好累啊！你有没有真正的在不影响和伤害他人的前提下100%为了自己而任性过一次呢？最近又为了自己安排了一场长途旅行。我很迷恋当长途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刻身心放松的感觉，地球上的一切暂时和我没关系了。迎接我的是未知的，可能还很陌生的地方，可能会发生很多我所预想不到的事情，遇到让我意想不到的人。我为我这一次的旅行做了2个任性的决定。第一个，我在本来很匆忙的行程中加了一个额外的短途旅行，因为时间特别的紧张，需要做足功课，并且需要把时间管理能力发挥到极致，这无疑对我来说是一场挑战。很多人劝我算了，不要去了，别折腾。说实话，我也犹豫过，但是当我想到这个决定100%是我自己的意愿呢，是为了完成我自己的心愿，和旁边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哪怕
行差踏错，我也绝对不后悔。第二个任性，我改掉了本可以直飞的航班，选择了贵一点的一个不但要转机，还需要清关换机场的回程机票，就是要搭我最喜欢的航空公司，哪怕需要拿出行李重新 check in， 需要在陌生且语言不通的地方兜圈圈，没关系，我喜欢。这里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又到底想干嘛呢？到底去哪儿了呢？当你再次看到我视频的时候，答案就揭晓喽。不管追看我视频的观众有没有发现，又的确比4个月之前足足少了20多磅。我计划用掉未来2年本来打算买包包的钱，跑去聘请了专业的健身教练，从每天只走3公里，我的2只脚上磨了好多大水泡，到深蹲负重115磅，到双腿可以推动超过我体重1倍的哑铃片，爬楼机上再艰难再痛苦，都坚持爬到100层。肌肉酸痛成为了我的一种享受，睡眠质量和免疫力双双提高，皮肤也比以前透亮了不少。剪辑自己视频的时候发现，我可以把滤镜开得再小一点，再小一点了。推掉了所有无谓的应酬，酒也几乎快戒掉了。很多的朋友来问我，哟，你到底为了什么这么拼？我们很习惯看你胖乎乎的样子，你没有必要减肥。我心目中却一直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目标，为所欲为。你肯定笑了。我变得强壮，精力充沛，更自信，当然可以有资格做更多自己任性一定要做的事情，同时承担更小的风险。我发现健身运动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一份的付出就能得到一份的回报。在这一次EO的长途旅行 plan 中，我的健身教练 Mr. D 特地根据我的情况量身定制了一套在旅行中也能兼顾的健身计划。Hi EO, how's your trip? How's everything? Let's work out. Hey EO, I'm pretty sure you can always find some wall. Let's do some exercise for strengthening your knees, your legs, and your glutes. Before this one, you want to warm up just a little bit, do some rotational movements, and after this, you will try to do 3-4 sets of wall sit. Try to keep 90 degrees over here, and if it gets too hard, go a little bit higher. So one more time, 3-4 sets, approximately 30 seconds. I know you can do it. Hey EO, here's some challenge for your core. Since I remember your plank is really good, we will make it a little bit harder. So instead of going down regular, you will go on your elbows and then back to your arms. We will try to do 15 of those 4 sets. Hey EO, since we were doing lots of reverse lunges together and you don't find them challenging anymore, we're gonna do them with kick. So first you do reverse lunge and then you lift your knee. Try to do 15. For this exercise, it's better to have some hard surface, and if your bed is hard enough, you can even do it on the bed. But you can do it. Let's do it. Let's do it. 我非常的期待，在时差和行程都不规律的状态下，条件也不太允许的情况下，利用旅行过程中的碎片时间来保持自己身体的最佳状态，可以更好、更优质的完成我的旅行计划。这里要谢谢 Mr. D。很多EO的客户在和我咨询邮轮旅行沟通的过程当中，会聊起他们的现状和他们的难处。EO当然会给出尽可能体谅他们状况的最佳的旅行方案。虽然我们讨论的内容本应该是特别让人兴奋、特别激昂的，但是还是让EO感觉到很多人并不开心。我会忍不住问一个问题，在这一次的旅行预想中，有哪一些的环节是你完全为了你自己而安排的呢？哪怕只是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个下午茶，往往我得到的答案是没有。有很多认识EO的老客户很好奇，EO为什么会有今天职业上的转型？应该任何一家第三方的邮轮代理机构都会张开怀抱的欢迎你，甚至你应该自己开一家。很多年前的那一个兢兢业业的开拓邮轮销售市场，一心追逐业绩，一度被捧为公司吉祥物的EO，那些年其实过得并不开心。哪怕下班了离开工作环境，
也是很难有一个好脸色面对家人和朋友。当时已有的敬业程度，经常会被客户以为我是公司的股东之一。但你知道吗？我还是常常被我的老板质问，你到底是站在客人那一边，还是站在公司利益这一边？问得好。疫情期间，我终于有空梳理了自己的答案，我更愿意站在客户利益的这一边。我心里更舒服，心情更愉快。于是我义无反顾地有了今天事业上的转型，静下心来，利用我的经验，利用我对这个行业早已经养成习惯的嗅觉，任性地做一个普通的邮轮旅行私人顾问，不再以邮轮船票销售利益为先，只为我所在乎的人的利益出谋划策。虽然收入远远没有以前那么丰厚，但是我很开心。这是我成年以后做的最对的一个决定之一，也是最任性的决定，太值得了，因为同时拥有了今天看到我视频的你们。我希望我每一个观众都同时拥有愉悦的心情、健硕的体魄、改变现状的勇气，哪怕你会被身边的人所不理解，也能勇敢地踏上孤独的旅途。那让我们一起任性地对自己好一次，热辣滚烫的旅途等着我们。